这个。哇！转身后蹬，转身后之前，邱建良一个不经意被美国拳王击倒读秒了。击倒邱建良的是美国的天才拳王麦克塞尔，没过多久又将催泪大师魏宁辉斩于马下。来华半年时间就占据了羽量级半壁江山，野心勃勃的麦克塞尔还想趁机霸占中国搏击市场。这家伙是来自武术世家的搏击天才，6岁就已经开始练习拳击接触搏击。比麦克塞尔大2岁的哥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而且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美国和亚美尼亚各个武术帮派的领军人物。至此，麦克塞尔的武术根基从小就十分的牢固，来华半年时间就斩杀了中国数位猛将，还预想在中国打开美国的搏击市场。中国搏击小将坚决不能任由美国天才在中国胡作非为，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是要将美国天才拳王送回美国老家。由于美国拳王曾经击败了邱建良和魏宁辉等等猛将，至此众多拳迷对陆建波的实力深信不疑，还说陆建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仅是国外的拳迷不看好陆建波，就连国内大部分拳迷粉丝都不太看好搏击小将陆建波。陆建波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是要将美国拳王 KO 在擂台上，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来，让我们看一下小将陆建波是如何应对美国拳王的。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麦克塞尔上来率先开始对陆建波施展拳脚进攻。毕竟麦克塞尔击败了我国数位猛将，面对眼前的这位搏击小将，没有过多的试探，上来就展开犀利的拳脚组合进攻。反观小将陆建波可没有被他的气焰所压倒，陆建波的防守反击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现在拳非常漂亮，陆建波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的陆建波呢，其实我们的观众可能对这位选手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的出场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陆建波这位选手是我认为目前在擂台表现力非常出众的一位选手，自己的技法很刚硬，而且在整个的进攻中呢，不停的表现出来自己所特有的特色。不过这位选手在这个 MMA 和这个搏击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训练，可以说是一个双选的一位选手。在搏击的比赛中呢，他的这种连击能力呢，一直是我们需要看到他提高的一。陆建波不仅防守反击做得很严密，而且进攻频率丝毫不逊于麦克塞尔，一个不小心踢到了麦克塞尔的裆部，应该是剐蹭到了一点。陆建波也是对麦克塞尔表现出了该有的歉意。经过短暂的调整，比赛继续。麦克塞尔毕竟是拳击出身，拳法的进攻和组合都是相当强势且精湛的。高水平的2位选手，目前拳的水量来说，我们的陆建波反而是占了上风。陆建波在对拼中呢也很少往后退，在整个的性格上，估计在性格上面也是一种擅长打对攻，漂亮。对。因为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陆建波性格非常张扬，然后在赛场上表现力非常强，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比赛角度来讲，我们观众是最爱看的。没错。那讲到拳击啊，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现在在场上这位执法是 Tony Weiss， 他去年刚拍了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呢，叫做《左撇子铁拳》这部片，还没看过可以去看看。搏击小将陆建波年龄是和麦克塞尔差不多的，但是麦克塞尔毕竟是从6岁就开始接触拳击和搏击。打法经验还有战术安排都要大于陆建波，就因为赛前大部分拳迷都不太看好陆建波，所以陆建波才更要打出自己的强势和压制力，让赛前不支持自己的那些人惊掉下巴。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在他的团队大东强呢，其实反架的选手好像我印象中除了魏睿，好像水平高的特别的多。不过对于陆建波他没有差，陆建波因为他本性的张扬，谁来都一样。其实这样的一种比赛状态，让我们觉得是非常喜欢看的。而且刚才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大家可能没看到，这个麦塞尔这个教练特别激动，站起来再给这个自己这个队员再讲。来科普一下吧。其实麦塞尔他带来的教练，包括他的教练团队呢，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家人。他是一个这个搏击是家族模式的，他兄弟是他的教练，也是他的陪练。而且这位选手整个的家族特别会规划自己的职业规划。他1年呢很少超过10场比赛，在每一场比赛都会进行精心的准备。他能来参加这场比赛，说明在准备。回合结束了，双方一上来试探动作并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以拳脚组合为核心，来给对手造成一点限制和有效击打。陆建波内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毕竟眼前的对手不是什么小菜鸟，是曾经击败中国数位猛将的美国天才拳王。但是麦克塞尔面对眼前的小将则是表现得特别拘谨，拳脚的犀利程度还未完全施展开来。
你现在看一下机关枪的腿，但是呢，被我们的陆建波做一个拳法的迎击。好，刚刚机关枪的一个后手拳，有点勉强挤了进去。好，接下来呢，陆建波和麦克塞尔的1、2回合的较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对于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第2回合开始了，小将就是小将，活力就是大，还用手拍拍胸脯来挑衅美国天才拳王。越是这样，美国拳王显得越是拘谨。对战邱建良的时候打到了加时赛，对战魏宁辉的时候也是打到了加时赛，足以证明麦克塞尔的打法比较慢节奏。不仅仅是慢节奏，而且在慢节奏中出拳的频率是极高的。麦克塞尔的绰号就是机关枪，可想而知麦克塞尔的出拳速度有多快。其实占了下风那所以呢，在第2回合我看他是不是会改用腿，其实他腿也不错。哎呀，这个腿。这个作为拳法的对拼，有的时候除了技巧上的方面，还有气势上。对，这个很重要。陆建波自己作为断流天王这个外号，并不是白给的。对这个整个的气势能断水流啊，这是他自己给我的解释。而且在上一回合当中，其实我都要看到这个陆建波呢，他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拳法运用倒更像机关枪速度和节奏非常快陆建波一直以来就是在拳腿连击方面呢，并不是非常的出色。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短板，我们不能忽略。面对机关枪，这个麦克塞尔呢，我们也相信他做了2个月的准备，一定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麦克塞尔，我觉得现在有点摸不到这个陆建波的脉门的感觉。2个人做的一个赛前分析都不够。那陆建波其实他没有发现，麦克塞尔逐渐的适应了比赛节奏，开始慢慢的将拳速提高了不少。反观陆建波，不仅防守反击做得不错，进攻欲望也增加了不少。毕竟是证明自己实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对手可是占据羽量级半壁江山的人物。陆建波则是小心翼翼地和麦克塞尔对峙，当中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看到在双方对拼中的陆建波有很多次的抡摆，其实就是打在对方的防御上，这样会消耗对方的体力，但并不会对对方造成致命的一致性的打击。反而麦克塞尔的几次后手，特别是麦克塞尔昨天散架的这几次后手，都塞到了陆建波脸上。这个麦克塞尔他的后手是非常极品的一个拳。你看又一次。陆建波是散打出身，位置控制的相当不错，随后找准机会一记左右开弓，将麦克塞尔击倒读秒。踉踉跄跄站起来之后，走向了自己哥哥所在的位置，其哥哥也在旁边进行疏导和安慰，最终在裁判的读秒声中放弃了比赛。陆建波，陆建波，听到现场的欢呼了吗？各位观众朋友，这样的话，大东翔的2位选手将在上半场相遇。陆建波非常漂亮的这个表现，太强了，陆建波。虽然陆建波是一位经验不足的搏击小将，但是力量这一块还是不能小觑的。这场比赛让众人对陆建波有了新的认知和见解。此时的麦克塞尔就依偎在哥哥的怀抱中，以此来寻求哥哥的安慰和抚摸。麦克塞尔预想打通中国搏击市场的野心，被中国小将一拳给打消失了。参加摇一摇的活动，也有很多的福利和红包给现场的这个观众以及电视机前观众。走，我们刚说到正架反架打后手，那么陆建波的这个后手，我们看走，哇，就是这一下，而且脚还拐了一下，这个倒地的时候站起来已经趔趄了。对对对，这样的话，陆建波完成了自己技术方面的蜕变，戴着墨镜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还要有。下面宣布比赛结果。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最终在裁判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麦克塞尔坦然地离场了。不服输的麦克塞尔肯定是不甘心的，毕竟是曾经击败我国数位猛将的美国天才，竟然被中国搏击小将2回合 KO。大家喜欢陆建波这位选手吗？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